六代瓜分世界，五胡云扰中原，纵横300有余年，几度交锋所战。马过生灵齑粉，血流河洛兴山。耳闻犹自不堪言，有眼休教看见。话说西晋灭亡之后啊，整个北中国彻底成为了一座大戏台，匈奴鲜卑结敌羌，你方唱罢我登场。几十年间，先后出现了16个大小不一的国家和政权，他们大多是汉化或者半汉化的游牧民族的领袖称王称帝。其中像后赵大夏的国主大多是凶狠残暴，喜于杀戮，他们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劲，甚至在盛强之时空闲之士达到数十万之多。但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眨眼间就消散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这16国当中啊，最令后人感叹惋惜的，要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一代英豪帝王苻坚。咱们上一集说到，苻坚杀了堂兄苻生，在公元357年去帝号，称大秦天王。与此同时呢，在当时的滨州，今天的山西一带，有一支人马占据滨州，想要和秦燕两国相抗衡。这伙人当中为首的呀，叫做张平，过去呢是后赵石虎麾下的一员部将。这个张平在357年的年底开始寇掠秦国，苻坚呢派去自己的堂弟进攻涪柳，镇守蒲坂，抵御张平。转一年的358年，苻坚亲率大军以大将邓羌为前锋，讨伐张平。两军交战之际，张平阵中一员猛将引起了苻坚的注意。只见此人是单枪匹马，大呼突阵，在秦军前队杀进杀出，如入无人之境。苻坚问左右说：“可有人知道此将姓字名谁呀？”有人告知说，这人啊是张平的义子，本来姓龚，上党人士，现在呢名叫张豪，生来是力大无穷，能倒着拖动老牛，又身手矫捷，有只身翻越高墙的本领。这苻坚听闻以后啊，顿时生了爱才的想法，传下军令，说休要伤了张豪的性命，务必要将其生擒活捉。这张豪呢也真是骁勇，最后是经过苻坚麾下的吕光和邓羌2员猛将的合力，才将其擒获。张豪被擒，那么余众随之瓦解，张平遣使请降，苻坚呢成功将张豪收至麾下。这个前秦呢从此又多了一员堪称万人敌的名将。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慢聊五胡16国的第12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上一集的大秦天王啊，我们聊了从苻弘到苻坚有关前秦早期的一些历史。苻坚在继位以后呢，在王猛等人的辅佐下，先击败了滨州的张平，又出击乌延，威震西凉，在陆川大破慕容平数十万的大军，灭亡了前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这段史料，详细深入的聊一聊统一北中国时期的苻坚大帝。说苻坚继位那一年的年底啊，太后狗氏在一次出游的过程当中，偶然间看到东海宫伏法的那个府邸啊，车马浮凑，冠盖飞扬，宾客盈门，十分热闹。老太太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这个心里可就泛起了嘀咕。这位狗氏是苻坚的生母，那么伏法呢是苻坚的大哥，虽然是庶出，但是因为和苻坚啊共同举事，再加上文武兼才，神气秀拔，此时的伏法在朝廷内外是深得人心。苟太后是十分的顾忌伏法，生怕他对苻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不久后，苟太后专门下旨赐死了伏法。尽管兄弟二人感情很好，但是两人都没有反抗，哥俩在东堂诀别，苻坚是痛哭不止，直至呕血。亲情和权力啊无法并存，伏法呢最终就这样丢了性命。苻坚继位的同一年啊，前燕皇帝慕容俊坑杀了曾
一度据守青州的段堪及其部众，将山东半岛收入前燕的版图。此时的天下形势基本上归于三国，前秦虽然与前燕和东晋鼎足而立，但是疆域最小，整体实力也不容乐观。那么经过几年时间的励精图治，前秦的国力呢得以蒸蒸日上。有关苻坚在此期间的施政举措，《资治通鉴》将其记载为举义才，修废止，克农桑，恤困穷，理百神，立学校，经节义，济绝世。基本上呢是包括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民间疾苦等等国家内政的方方面面。而在军事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平定张平，前秦又相继平定陇西的李衍，降服了匈奴领袖曹谷和刘卫辰。这个刘卫辰啊，就是后来建立大夏的赫连勃勃的父亲。总而言之，前秦在苻坚上位后的几年时间里，是内外之官率皆称职，田畴修辟，仓库充实，道不拾遗，盗贼摒息。取得这样的政绩啊，严格来讲并非苻坚一个人的功劳。在他的文武班底当中，文有薛赞、权益、李威，武有邓羌、吕光、张豪。这里边李威的身份啊比较特殊，他是苟太后姑姑的儿子，和苻坚的父亲苻雄关系很好。苻生当皇帝那2年呢，有几次想要杀掉苻坚，李威从中想法营救，苻坚得以幸免。那么吕光呢，是苻坚的心腹吕婆楼的儿子，也是16国当中后梁的建立者。前面提到的讨伐张平的战役当中啊，当时正是因为吕光的出击将张豪刺伤，最终呢才被邓羌生擒，吕光本人也因此声名大噪。我提了李威和吕光，了解16国历史的一定注意到了，这里似乎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这人呢，咱们必须单独安排一个章节，他就是被苻坚称作自己的诸葛孔明，被后世奉为一代贤相的王猛。王猛、王景略其人啊，自幼家境贫寒，一度以卖簸箕为生。有关王猛早年和桓温闷师论道，漫聊五胡16国的第11集《大秦天王》可以去了解一下。苻坚在上台之后安排王猛啊出任了中书侍郎，品级不算特高，位置很是关键。但是过后不长时间呢，可能是为了考验王猛，也可能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王猛被安排到了始平去当县令。始平的治所啊，在今天的陕西兴平。始平距离长安很近，住了很多当年跟随苻建自方头西归入关的豪族。仗着开国勋旧的功绩，一些归2代、归3代目无法纪，鱼肉百姓，掌握着80%以上的资源，创造着不到20%的价值。从长安下放到豪右纵横的始平，王猛一上任就明法峻刑，惩察善恶，力求尽快解决始平乌烟瘴气的混乱局面。逮着个知法犯法的小吏，王猛下令将其鞭杀。没想到呢，被当地的土豪反咬一口，告到了朝廷。王猛呢被抓进了诏狱。听说王猛犯了事儿，苻坚呢格外重视，把王猛召进宫来，亲自问话，说为政之体，德化为先，利刃为己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大致意思啊是说为政之道啊，我看还是要以德服人。你上任没多久就杀了很多人，是不是有点过于残暴了呢？王猛回答说呀，以德服人适用于安定祥和的社会，治理乱邦，严刑峻法更加适合。您交给我一个治安混乱的城邑，剪除凶华是我的职责所在。如今是刚刚杀了一个奸人，还有数以万计的恶人没有除掉。如果是因为不能肃清这些不法之徒，我甘心受罚。但如果说我施政过于残暴，我是实在不敢苟同。这一番话说的苻坚啊，在心里是暗暗称许。事后对群臣们说王景略是夷吾子产之仇也，
称赞王猛呢是像管仲和子产一样的实干家，于是赦王猛无罪，并很快将其提拔为尚书左丞、咸阳内史。王猛的日益亲信啊，很快引来了一部分人的眼红。氐族求豪姑臧侯樊氏就是其中之一。樊氏啊是最早跟随苻建西归的元老，也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在王猛治理前秦过程中十分不识时务的一个典型。他仗着往日的功勋，很不把王猛放在眼里。有这么一天呢，樊氏故意当众挤兑王猛，说：“吾辈耕之，君食之也。我们啊出力耕种粮食，半路却跳出个你王猛捡现成的。”结果王猛啊一句话就给他怼了回去，说：“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催之，不但要让你耕种，还要让你把饭做好了给我吃。”樊氏听后呢，大怒咆哮着说：“要当悬乳头于长安城门，不然吾不处事。要是不把你脑袋拧下来挂在长安那个城门上，我他娘的誓不为人。”事后王猛把这件事啊告诉了苻坚，苻坚也是很生气，表示一定要杀掉这个老弟，然后这个百官才能整肃。不久后的一天，樊氏面见苻坚，苻坚把他晾在一边，扭过头和王猛闲聊，说：“听说杨弼那小伙子不错，我准备让他来娶我的女儿，你觉得杨弼怎么样啊？”还没等王猛答话，樊氏在边上急了，说：“杨弼那是我的女婿，婚期都已经定好了的，陛下你怎么能让他去娶公主啊？”这时候王猛啊在一旁怒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老小子竟然敢跟陛下争女婿，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樊氏听了王猛的话，也是勃然大怒，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上前去打。侍卫们上前赶紧给拦住。樊氏呢又对着王猛破口大骂。这一来一回，一吵一闹，樊氏当真是犯事了。苻坚呢刚好找到理由发飙，命人将其立即拖出去，就给咔嚓了。从此以后，这个公卿以下轻易没人再敢招惹王猛。到了359年的8月，苻坚即位的第3年，擢升王猛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这京兆尹这个官职由来已久，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当时负责前秦京师长安大小事务的官职。那么王猛一到任，立即有针对性的展开专项整风活动。当时的特进光禄大夫强德，这个强德的姐姐是苻建的皇后，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这货呢是早有恶名，为祸一方，酗酒豪横闹事都是常有的。更可恨呢是时不时的强抢民间的财物和子女。遇上王猛，强德从此再也强不起来了。王猛履职没几天，就下令抓捕强德，然后当堂审讯，证据确凿，是立斩不饶。苻坚派人啊拿着那个特赦令，喊着刀下留人。等赶到刑场，这个强德已经是人头落地。王猛的京兆尹当了1个多月，连斩大小权豪贵戚20余人。我们看王猛以法家思想治理前秦，这在16国时期众多由胡人建立的政权当中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事实证明，这种铁腕的方式对于当时的前秦而言是十分合适的。很快，前秦朝廷内外啊是百僚震肃，豪右摒弃，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连苻坚本人也为此感叹，说：“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天子之为尊也。”王猛的刚正不阿、严明峻法，得罪了一些权贵，同时呢也获得了一些朝廷核心成员的支持。苻坚在背后的撑腰自不必说，前面提到的李威、吕光全都和王猛关系密切，包括时任御史中丞的邓羌也是大力协助王猛改革。这个社会风气呢在极短时间内为之一新。几个月后，苻坚接连升任王猛为吏部尚书太子詹事、尚书左仆射，集行政大权于一身。这还不够，很快苻坚又以王猛为辅国将军、司礼校尉，不仅让他掌握兵权，而且负责宿卫禁军。
1年之内连续5次升迁。36岁的王猛此时已经是手握军政大权，在前秦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位蛰伏多年的骑士，终于可以一展平生所学，辅佐明主，他要定国安邦，平定天下。公元357到358年啊，是历史的一道分水岭。北中国的前秦和前燕这两个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苻坚的前秦在王猛的治理下日渐强大，而慕容氏的前燕呢，伴随着接连几代人窝里斗的这个魔咒，这个当时实力远胜秦晋的第一强国也开始渐渐走起了下坡路。358年的年底，一向行事稳重的燕国皇帝慕容俊犯了一回糊涂，他下令境内的各州郡要严密检核人口，每户只留1丁，其余的丁壮全部应征入伍。慕容俊啊，有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他想把军队呢扩大到150万，来年开春到洛阳集合，然后横扫秦晋，一统天下。很快呢，有大臣上书极力劝阻，说百姓凋敝，发兵非法，必致土崩之变。言外之意呢，就是您这么个玩法，国家是迟早是要玩完的。慕容俊呢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不再坚持每户只留1丁，改成了3丁抽1，5丁抽2，并且把时间放宽到了第2年的冬天，地点呢由洛阳改到了邺城。慕容俊的大规模扩军啊，很快导致了民心浮动。然而当时大燕国的这个问题不仅如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是为后来的覆灭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慕容家的这个基因啊很好，接连几代都有能人。慕容俊的兄弟当中，以慕容恪和慕容垂最是了得。这个慕容恪咱们在之前啊都有介绍，15岁就带着2000骑兵追击石虎数十万大军，连环马阵大败武道天王冉闵。随后的卢口野王之战攻无不克，广固一战围困段堪7个月，最终彻底平定齐地。慕容俊称帝以后啊，慕容恪因功获封大司马、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事、太原王。应该说慕容恪是慕容鲜卑在问鼎中原的过程当中极为关键的一位人物。他的军事才能即便放眼整个16国时期，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即便如此，仍然难免遭到同父异母的皇帝哥哥慕容俊的猜忌。359年的年底，已经身患重病的慕容俊把慕容恪叫到床前，说道：我病恐不起啊，将与卿等长别。人生寿数本有定限，死亦何恨，但秦晋未平，景茂尚幼，怎能迁当大位？我欲效宋景公故事，既社稷负汝，汝意以为何如啊？这里的景茂就是慕容俊的太子慕容伟。单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慕容俊这是要让慕容恪取而代之。那么慕容恪听闻兄长要传位给自己，当下表示说：太子虽幼，秉性宽仁，必能胜残去杀，为守城之主。臣实何人啊，怎敢上干正统呢？这个慕容俊啊，听自己弟弟这么一说，他这个脸色突然一变，又僵了一军。你我兄弟之间，难道还要虚饰吗？慕容恪从容答道，说：陛下既然称臣能主社稷，臣难道不能以此才能辅佐少主吗？慕容俊呢，又转怒为喜，说道：如果能为周公，朕复何忧啊？老弟，你要真能当个周公，那么我呀也就不用再担心了。这一段君臣对话像极了三国年间蜀汉刘备的白帝城托孤。不同的是啊，慕容俊要更加直接，他是深知慕容恪的为人，把话挑明了说，那个慕容恪呢必然更加死心塌地的辅佐幼主。
说了太原王慕容恪的一些情况，咱们再来聊聊吴王慕容垂。这个慕容垂啊，原本不叫慕容垂，而是叫慕容霸。他们的父亲老燕王慕容晃生前十分宠爱慕容霸，一度想要改立他为世子。这些让慕容俊怀恨在心。等到了继位以后呢，下令慕容霸改名慕容缺。不久后呢，又因为谶语的关系，慕容俊说：“你也别叫缺不缺的了，把右边那一块也去掉吧。”再次给这个弟弟呢改名为慕容垂。说慕容霸变成了慕容垂，这还没完。慕容垂的正妃段氏才高性烈，皇后可族浑氏早就看他不爽，正巧呢有人诬告段氏，说他搞巫蛊活动。慕容俊跟自己媳妇儿一拍即合，下令将段氏下狱，严刑逼供，想要撬开弟媳妇儿的嘴，把脏水泼到慕容垂的身上。慕容垂是心里不落忍，暗中派人啊对段氏说人早晚啊都有那一天，岂可让人如此糟践？你不如就如了他的愿，招供了吧。段氏听后是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我哪里是想找死啊，但是一旦招供，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吴王，这可不是我能做得出来的事情啊。不久后呢，段氏被活活折磨致死。慕容垂呢因此也逃过一劫，把悲痛和仇恨深藏心中。过后呢，顺从哥哥嫂嫂的这个意愿，出使辽东，还娶了可族浑氏的妹妹做继室。到了360年的正月，本来病情有所好转的慕容俊啊，来到邺城的郊外举行阅兵大典，准备派慕容恪和杨务南下攻击。阅兵进行到一半，慕容俊突然发病。第二天这个病情急剧恶化，紧急召来了慕容俊、杨务、慕容平、慕玉根，安排这4个人辅政。说完，这一口气就没倒上来，嘎就死了，享年42岁。当时只有11岁的前燕太子慕容伟继位。那么慕容伟遵照父命，任命慕容恪为太宰，让他专掌朝政。然而矛盾的是啊，在这个时候前燕最有权势的并非威望甚高的慕容恪，而是当初杀害慕容垂妻子的元凶皇太后可族浑氏以及时任太傅上庸王的慕容平。这个时候的前燕啊，实质上已经走到了瓶颈期，有慕容恪在，仍然维持着第一大国的形象，但是危机已经潜藏。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公元4世纪中叶的中国啊，东晋有桓温，前燕有慕容恪，前秦有王猛。这3个人啊都是权臣，又全都文武全才，所以秦燕晋3国因此鼎足而立。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前燕的支柱慕容恪在公元367年因病去世，一代军神带着未尽事业的遗憾撒手西去，前燕的半边天塌了。临终之际，慕容恪向慕容伟极力推荐，让自己的弟弟吴王慕容垂接任大司马，并声称慕容垂的才干要胜过自己10倍。然而慕容伟呢，选择将一切交给太傅慕容平去处理，大司马的要职最终就落到了皇帝中山王慕容冲的头上。慕容恪一死啊，前秦首先得到消息，那么苻坚派人出使燕国，借机刺探情况。很快呢，得到答复说燕国政无纲纪，时可图之。然而就在苻坚兴致勃勃想要攻伐前燕之际，没想到自己的阵营内部呢也出了问题。当初苻坚啊是杀掉堂兄苻生上的位，对于苻生的几个弟弟，尽管都各自安排了要职，但是这几个人呢一直心怀怨恨。王猛啊曾经建议苻坚让他斩草除根，但是苻坚并未听从。他的仁德宽厚呢，很快引来了负面效应。汝南公苻腾谋反未遂被诛，征北将军苻佑兵变被李威击斩。事后呢，
发现福柳、福双都和福有通谋。苻坚觉得这俩人啊，一个是先帝苻建的爱子，一个是自己的异母同胞，最后呢不了了之。哪想到这俩人是蹬鼻子上脸。前秦建元3年，公元367年10月，苻柳据蒲坂，苻双据上归，正式起兵谋反。俩人又联系了陕城的扶搜以及安定的苻武，4个前秦宗室，从4个方向，他们就要共讨长安。苻坚啊，仍然尝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分别派出使者前往劝说这4个人，说老几位啊，我可够对得起你们的了，何苦来非要走上造反这条不归路呢？不如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我们各安其位，一切照旧吧。同时呢，让4个人是聂离为信。可是苻坚并没有收到令他满意的答复。时间呢，转眼来到了第2年的春正月，苻坚啊，派遣阳城氏毛松分讨上归、安定，辅国将军王猛、间节将军邓羌攻打蒲坂，前将军杨安、广武将军张豪攻打陕城。同时呢，命令去往蒲坂、陕城的2支人马要全部在距城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坚壁勿战，等到平定了西边的上归和安定，再酌情并力取之。那么兵马未到，陕城的扶搜直接投降了前燕，同时呢，请求燕国派兵前来接应。这个陕城啊，是通往关中的要冲。那么苻坚紧急调动大军驻扎在了华阴。话分2头，咱们各表一支。陕城的求援信送达邺城，那么燕国的范阳王慕容德急忙上书，认为当下是天赐良机。他的建议啊，是趁着前秦内乱，派遣慕容垂、皇甫真2路并进，直取长安。一些朝臣呢也都赞同兴兵伐秦，但是全被主政的慕容平都投一瓢冷水，理由是当今陛下赶不上先帝，咱们这些人呢，论起智略也都没法跟先太宰相提并论，能闭关保境就行了，平秦灭晋还是算了吧，这些压根儿啊就不是咱们能干得了的事儿。其实慕容德啊说的没有错，对于前燕而言，应该说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进取关中的良机。可是管事儿的慕容平不发兵，其他人也就只能干着急。这年4月啊，苻坚派出吕光等人领兵攻破了安定。7月又攻克了上归，斩了苻双、苻武，宽恕了他们的家人。9月，王猛攻下蒲坂，擒斩苻柳及其妻子。12月，王猛、邓羌攻拔陕城，擒获魏公扶搜，押送到了长安。苻坚下令将扶搜赐死，但是留下了他的7个儿子，并且让他家中长子承袭了魏公的爵位，其余的也都封了县公。至此，这一场武功之乱被彻底平息。而面对前燕这么一大块蛋糕，秦国没能腾出手来，晋国已经做足了战斗准备。大司马桓温开始了他的第3次北伐。公元369年的春天，东晋大司马桓温势如破竹北上伐燕。燕主慕容伟派自己的哥哥乐安王慕容藏领兵抵挡，但是很快败下阵来。这年7月，桓温大军渡过黄河，与方头集结完毕。有关这场战事啊，咱们在这里只能是先捞干的说一说，后续讲到桓温再详细的讲解。就在慕容藏被打得节节败退，前燕君臣无计可施之际，吴王慕容垂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来到前线取代了慕容藏。与此同时呢，燕主慕容伟又派人向秦国求援，并承诺事成之后割让虎牢以西，以示酬谢。苻坚呢召集群臣商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过去桓温也来打过我们，当时呢鲜卑人一直袖手旁观，现在轮到他们倒霉了，我们为嘛要去趟这趟浑水呢？整个廷议过程中啊，王猛始终没有发表意见。
等到大家都散去了以后，王猛这才对苻坚说出看法，说燕国虽然强大，但是慕容平绝非桓温对手。桓温一旦灭掉燕国，必然尽收关东的兵粮钱谷，对我们构成威胁。如此，则陛下大势去矣。为今之计，不如帮鲜卑人去打桓温，打退了桓温，燕国也就疲弊了。到那时我们再趁虚取之，此为善之善者也。那么苻坚早就惦记着燕国这块肥肉，王猛的话呢，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这年8月苻坚派出邓羌、狗持领兵2万救援前燕。与此同时呢，桓温在方头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妙。慕容垂的到来迅速稳定了燕军的局面。桓温不得不在当年的9月撤兵。然而就在撤退的过程中，先被慕容垂杀得惨败，又被秦军落井下石。晋军的5万兵马最后平安返回的没剩下几个。说慕容垂大获全胜，燕国的这个危机迎刃而解。回到邺都以后，这个慕容垂的威名更盛，这让无才无德的慕容平更加记恨。这时候慕容垂呢，希望朝廷嘉奖有功的将士，慕容平一律不予理睬。这2个人最终在朝堂上因此发生了争吵，积怨越来越深，矛盾不可调和。后来呢，渐渐发展到慕容平勾结了太后可族魂，2人也密谋想要找机会除掉慕容垂。慕容垂的侄子慕容凯以及他的舅舅蓝剑得到消息，赶忙通知慕容垂，说先发制人，后发为人质，只要除掉慕容平和慕容臧，其余人等大可不必担心。没想到慕容垂叹口气，又摇了摇头，说道：骨肉相残，祸乱于国，我虽有死，不忍为之。这里的慕容凯就是慕容恪的儿子。见慕容垂不忍动手，2人也就起身告辞，各自回府。过了1个晚上，这俩人呢又来了，说内议已决，不可不早发。人家那边已经决定要动手了，您赶紧想个辙吧。那慕容垂呢黯然表示，如果隔阂已经无法消除，我宁可远避他方，违逆的事我绝不考虑。那慕容凯和蓝剑呢再次摇着头就走了。踌躇未决之际慕容垂在家中闷坐。世子慕容令看他面带忧色，走上前问道，说我父面带愁容，莫非因主上庸弱，太傅猜疑，功高身微，因劳忧虑吗？慕容垂说，你既然能猜到我的心思，可有良策呀？慕容令思忖片刻，说道，为今之计，如果想保足全身，不识大义，不如逃往旧都龙城，然后呢上表请罪。主上悔悟，则是大幸；若不然，据险自首，也不失为良策。听了儿子一番话呢，慕容垂点头同意。父子2人开始商定出逃的具体计划。第2天一早，慕容垂以出城游猎为由，带上几个儿子，出了城就开始向北一路狂奔。刚走到邯郸，一个偶然事件打乱了慕容垂的计划。他的小儿子慕容林向来不受老爸的待见，一时冲动跑回邺城告发了慕容垂。太傅慕容平得报以后赶忙派了追兵，日夜兼程前去捉拿慕容垂。这伙人跑到范阳的时候，追兵终于赶了上来，所幸呢天色已晚，来的人也并不多。慕容垂让慕容令去负责断后，这个追兵呢一时也不敢靠近。入夜以后，慕容令对慕容垂说，现在消息已经走漏，计划难以实施。听闻秦王苻坚正在招揽天下英豪，我们父子不如去投奔他吧。慕容垂是负手望天，默然无语。到了现在这个田地除了投奔苻坚，的确也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于是呢，当即下令众人化整为零，隐去踪迹，各自南返。先回到邺城，藏身在了郊外。慕容垂没有忘记带上他一生所爱的第2个女人，前妻段氏的妹妹小段氏，又悄悄找来侄子慕容凯和舅舅蓝剑。
这一行人啊，是渡黄河过洛阳，一路辗转就来到了前秦。秦王苻坚听闻慕容垂来投，是大喜过望。自打慕容恪死了以后，苻坚一直有心思对燕国用兵，但是对燕国一众君臣最忌惮的就是这个慕容垂。现在没想到慕容垂山穷水尽，居然来投奔了自己。于是苻坚啊亲自来到长安郊外迎接。二人寒暄见礼之后，苻坚亲热地拉着慕容垂的手，说了这样一番话，说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术也。要当与卿共定天下，告成代宗，然后还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国不失为子之孝，归镇不失弑君之忠，不亦美乎？咱哥俩呀，携起手来平定天下，将来把你的祖国呢归还给你，世世代代封居幽州，忠孝两全，这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慕容垂啊，当时的心情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他只是淡淡的回了句客套话，说羁旅之臣，免罪为幸，本邦之荣，非所敢忘。您说的这些啊，我是实在不敢奢望，能免除罪过就已经是万幸了。苻坚啊，是深知千金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除了慕容垂，对慕容令、慕容凯一样是喜欢的不得了，全部厚礼赏赐，加官进爵。实际上，自打慕容垂进入秦国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引起了别人的猜嫌。这个人正是王猛。王猛对慕容垂的猜嫌啊，绝非出于个人妒忌，更多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慕容垂很可能对秦国构成一定程度的隐患，因此王猛找到苻坚，毫不避讳地说出心中所想，说慕容垂父子譬如龙虎，非可驯之物，若借以风云，将不可复制，不如早除之。意思是说呀，这慕容垂父子绝非池中之物，应该尽早将其除掉。然而苻坚呢，坚决地表示，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杀之？且其使来，吾以推诚纳之矣。匹夫犹不弃言，况万乘乎？你看我这刚推心置腹接纳了人家，怎么好意思突然变脸反悔呢？就这样，慕容垂一家总算在秦国安顿了下来。然而王猛坚持认为慕容垂不是善类，并且很快使出了历史上那个有名的金刀计。慕容垂出奔不到1个月，秦王苻坚派出王猛、邓羌、梁成领兵3万伐燕，理由是燕国当初承诺割让虎牢关以西，但是打跑了桓温之后又突然变卦。王猛的大军啊，第一站来到洛阳，抵达城外之后呢，并没有急着攻城，而是给洛阳的守将前燕的武威王慕容柱修书一封，大致内容啊是我们已经占据了城高关，堵住了蒙津渡，老弟你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大王呢御驾亲征，雄师百万，已经去攻打你们的邺都了，内无足粮，外无救援，我们这些虎狼之师一旦攻城，你掂量掂量你那300-500人能不能抵挡吧。其实王猛啊说的是半真半假，什么占据城高关，苻坚已经直取邺都，都是现编的瞎话。可是没想到3言2语这一通吓唬呢，慕容柱还真就信以为真，投降了。说王猛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取了洛阳，之后呢，因为有慕容藏的10万兵马阻遏秦军渡河北上，王猛索性见好就收，留下邓羌镇守洛阳，他自己呢领兵回了长安。这一次洛阳之行在现在看来啊，更像是一次前秦对前燕试探性的军事行动。相比之下，发生在这次行动中的另一件事儿似乎更值得玩味。就在当初出征伐燕之前，王猛请慕容令作为行军参谋和向导。论起对燕国局势、城池、将帅、兵员的了解，慕容令无疑是十分合适的人选。那么慕容垂呢，是初来乍到，对于这种要求也自然无法拒绝。
大军将行之际，王猛专门造访，慕容垂呢摆下酒宴，好生招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猛从容地问慕容垂说：“今当远别，卿何以赠我？使我睹物思人啊！我要出征打仗去了，老哥你有没有什么物件能送给我，好让我看到这个物件就能想起你呢？”慕容垂听后呢，二话不说，解下随身金刀一把相赠。眨眼，王猛进兵来到洛阳城下，事先呢买通了慕容垂身边的一名亲信，让这人带着这把金刀去找慕容令，说：“你老爹啊，深恐受到王猛的排挤忏悔，又猜不透秦王的心思，现在啊已经东归旧国，要你找机会赶快动身。”这个慕容令听了传话呀，将信将疑，不走吧，老爹随身佩刀就在眼前；走吧，又担心中了别人的圈套。思来想去，慕容令心下一狠，第二天他就带着自己的旧部，以打猎为名跑回了前燕。他这边一跑，王猛立刻上表，可不得了了，没想到浓眉大眼的慕容令眨眼间就叛变东归了。慕容垂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由于担心受到牵连，也快速出逃，但跑到蓝田被追兵赶上，又给抓了回来。那慕容垂呢绝望了，心想这回算是交代了。万没想到回到长安就被苻坚亲自领到东堂。苻坚对慕容垂是好言相劝，说：“卿家国失和，委身投镇，贤郎心不忘本，仍然反国，倒也不足深究。不过燕已将亡，非贤郎所能使存，屠入虎口，有损无益。朕非暴主，也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必畏罪害走呢？”一番话推心置腹，赦免了慕容垂。慕容垂拜谢而出。父亲慕容垂啊逃过一劫，这儿子慕容令啊可没那么好命。慕容令在跑回到前燕以后，仍然不受待见，人们怀疑啊他是秦国派来的奸细，干脆把他远远支开，安排在了龙城东北600里有个叫沙城的地方去当守卫。这个慕容令呢招募部下，想要攻取龙城，又被他那个倒霉弟弟慕容林告发，最后呢被反叛的部下所杀，身败名裂。这就是金刀计的整个过程。金刀计自古以来啊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用计之狠毒是王猛人生最大的污点，有人称之为千古第一阳谋。从王猛的角度而言啊，是以把前秦的利益放在最高处而出发的。他认为呢这个慕容垂不可留，偏偏老板苻坚要以德服人，所以呢只能利用信息差将慕容垂父子推向绝路。但是始料不及的是，苻坚坚持要保全慕容垂，最后的结果呢只是间接害了这个慕容令。相比之下，明显苻坚的这个政治手腕要更加的老道，以柔克刚，4两拨千斤，3言2语就稳住再度出逃的慕容垂，为己所用，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王道。那么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金刀计，其实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阴谋。王猛对慕容垂的确看得很准，但是选择这个做局的时间很不合适。一方面是燕国还没灭亡，另一方面呢是慕容垂穷途末路来投奔，事发当时对前秦没有罪过，也没有异心，仅仅因为猜忌就害人性命，于长远来看对前秦是有弊而无利。金刀计表面看是环环相扣，很是巧妙，实际上呢阴损有余，难以负重。与此同时呢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后来的慕容垂还会不会反的那么决绝呢？前秦的建元6年，公元370年6月，苻坚再次以王猛挂帅，统领邓羌、杨安、张豪等10员猛将，率步骑6万，大举攻燕。这一次的前秦啊，没有走洛阳一线，而是选择由今天山西西南
东进壶关，只要打破壶关防线，就可以直捣前燕的京师邺城。这年的7月，王猛兵分2路，派遣杨安领兵北攻晋阳，他自己呢去攻打壶关。到了8月，王猛攻下壶关，这时候前燕方面已经有太傅慕容平挂帅，领着30万大军朝壶关方向开来。王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住壶关，他自己呢带着主力北上，和杨安合兵一处，全力攻打晋阳。晋阳是兵精粮足，杨安呢已经打了1个多月，可是仍然没有进展。王猛到了以后呢，和杨安一商量，决定用挖地道的方式去攻城。很快呢，地道挖成，城里的慕容庄毫无防备。王猛命令张豪领着几百个精壮小校穿过地道，偷偷潜入城中。这个晋阳城里啊，只顾着防备城外的秦军登城，没想到张豪这伙人突然出现，大呼长官，打开城门，里应外合，这个晋阳随即被王猛大军攻破。王猛安排了一队人马呀，守在晋阳，随后呢，又自引大军，准备去和慕容平对垒。慕容平这时候啊，得报接连丢了壶关和晋阳，由于忌惮王猛的声威，把30万大军就驻扎在了陆川，就不走了。那么秦燕双方最终就在陆川形成了两军对峙的局面。说这一天，王猛命将军徐成前去查探敌情，定好的这个时间啊，是当天中午回来，结果一直到天色将晚，这徐成才回来。王猛呢，向来是军法如山，当场大怒，就要斩了徐成。作为徐成的同乡，前秦第一猛将邓羌赶忙上前去求情，被王猛呢一口否决，说如果不杀，军法难立。邓羌继续表明态度，说自己愿意和徐成啊共同戴罪立功。王猛仍然不答应，三说两说，给说急了。这个邓羌呢，赶回自己的营帐，点起本部人马就要来攻打王猛。一看这个事态啊，已经有点严重了，王猛赶忙亲自找到邓羌进行谈判，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邓羌回答说：“我受陛下诏令诛讨远贼，想不到如今遇上了晋贼，竟然要杀自己人，所以我要先杀晋贼，再除远贼。”王猛啊，深知大战在即，正是用人之际。这邓羌啊，是出了名的吃软不吃硬，大局为重，必须做出妥协。于是呢，马上下令赦免了徐成。邓羌那边呢，也立刻收兵，领着徐成来找王猛谢罪。王猛感慨邓羌啊义而有勇，同时呢，也为自己找台阶下。于是说：“早就听说将军仁义忠勇，今日一试，果然如此。将军对同乡尚且如此，何况对国家呢？”一场小风波就此化解。而那个误了时辰差点被杀的徐成呢，也带来了极有价值的情报。他说这个慕容平啊，素来贪鄙，大敌当前呢，他无心战事，反而一心想着趁机发国难财。燕军营寨周围的那个山林和水源全被封锁，士卒们如果想要砍柴和取水，必须掏钱购买。燕军官兵的怨声极大，因为这项赚自己人钱财的大买卖背后，那个大 boss 正是慕容平本人。王猛听闻了这么一个情报啊，忍不住说了一句：“慕容平还真是个蠢材啊！哪怕虽有众百万也不足惧，何况只有20-30万的乌合之众，我此行定能灭燕了。”当天夜里，王猛派游击将军郭庆夜袭燕兵辎重，不得有误。郭庆点齐5000人马，从小道绕到了燕军的营寨后方。到了夜里3更时分，燕军负责看守辎重的士兵啊，都已经睡着了，根本没人站岗。郭庆命令部众各燃火炬，跃马登山，呼噪之上。燕军的辎重兵们啊，仓促惊醒，也看不清来了多少敌人，隐隐约约只见白花花一片火把，惊慌之余，一动百动，纷纷抱头鼠窜。等到郭庆骑马来到辎重大营，已经是空无一人。
郭庆马上号令5000部众，人手一把火炬，甭管什么粮草器械，从里到外都给点着了。刹那间，这个燕军的辎重大营啊，火光冲天，熊熊大火，连邺城的人们都看得见。前燕少主慕容伟得报辎重被烧了个精光，心下是又惊又气，马上派人赶到陆川，给慕容平传话，说王高祖之子也，当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辅战事而却卖桥水，专以货值为心乎？那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现在什么时候你就那么缺钱？敌人没打跑，怎么还做起买卖了呢？说府库之积，朕与王共之，何忧于贫？若贼兵遂尽，家国丧亡，王持钱帛，欲安所置之？说国库那些钱粮有我的就有你的，难道你还担心没有钱花吗？等到国破家亡，你就是有金山银山，又怎么安置呢？除了这一番话，慕容伟还命令慕容平速速出战，不得拖延。看皇帝如此愤怒，慕容平呢惊惧交病，马上派遣使者向王猛送去战书。王猛等的就是这个。到了约定好的那个决战日期，王猛点起兵马，当众宣誓，说我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军深入战地，应该竭力至死，有进无退，誓报国家，功成归国，封爵受赏，称誉乡里，只在今日。三军将校顿时是齐声应命，破釜弃粮，大呼进进。王景略剑锋所指，前秦的将士好似开了闸的洪水一般，就冲向了燕军的战阵。前秦这边尽管士气高涨，但是燕军在数量上有着绝对优势，20-30万人密密麻麻。这王猛呢，站在后方一处高地向前瞭望，心里难免有些打鼓，正在暗自踌躇，发现邓羌正站在自己身旁。王猛呢就伸手轻抚邓羌的后背，说道：今日大敌当前，非将军不能破灭，成败立顿在此一举，愿将军努力邓羌应声回道：若能给我司隶一职，功可无忧。你要是能把那司隶校尉让给我来当的话，保证不用你担心。王猛听到邓羌想当司隶校尉，赶忙回答说：这非我所能及呀，将军如得立功，我当表请为安定太守、万户侯。安定是邓羌的老家。王猛这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是做出让步。哪成想邓羌默然不答，转身就走，回到营帐倒头就睡。王猛派人来叫，邓羌就是不理。知道这哥们儿是又犯了牛脾气，王猛是又好气又好笑，无奈之下只能亲自骑马来到营帐，说：邓将军我答应你的请求了，还是快快出战吧。听到王猛同意，本来还倒在床上的邓羌腾的一下就坐了起来，吩咐手下酒来，咕咚咚一通狂饮，出的营来，跨上战马，摘下长矛，和这个张豪、徐成等人领兵就杀入了敌阵。不一会儿的功夫，杀了个四进四出，旁若无人，所向无前。前燕慕容平那边尽管在数量上占了优势，可是人无斗志，互相推诿。秦军好像来到了菜市场，整个一个出入自由。战斗进行到了中午，前燕那边终于是熬不住了，全线溃败，被当场俘斩了5万多人，逃散了10万多人，又投降了6-7万人。慕容平最后呢，耷拉着脑袋单骑逃回了邺城。陆川大战最终呢，以前秦大胜而告终。公元370年10月的月底，王猛乘胜东进，兵围邺城。11月，捷报传到长安，苻坚留李威辅佐太子守住长安，又让阳平公芙蓉镇守洛阳。随后呢，苻坚亲率精锐10万前来复援，仅仅7天就已经赶到了距离邺城50里的安阳。王猛呢，当天夜里前至安阳夜见，苻坚故意调侃说：过去周亚夫屯兵不迎汉文帝，
今天你王景略却临敌弃军，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吧。王猛回答道，说周亚夫却人主是为了求名，臣觉得不值得效仿，且臣奉陛下威灵及垂王之鲁，如同瓮中捉鳖，何足陛下为虑。如今太子年幼，陛下御驾亲征，万一有所不虞，悔之何及？陛下难道忘了与臣在坝上的约定了吗？君臣二人各将一军，相视一笑。他们这边相谈甚欢，邺城里的那个燕国君臣已经乱成一片。很快在一天夜里燕国的散骑常侍于卫率领着扶余、高句丽以及上党质子连老带小共计500多人，偷偷打开邺城北门，迎纳秦军就进了城。慕容伟君臣仓皇出逃，刚出城还有1000多护卫沿途四散逃窜，最后只剩下10几个人还跟着慕容伟。那么在路上呢，又遇到一伙强盗，护卫们忠心护主，纷纷殒命。慕容伟呢，骑着一匹受伤的坐骑独自逃命。走不多时，这胯下的宝马长啸一声倒地不起，只能下鞍步行，脚步踉踉跄跄奔走之际，忽然听见身后马挂銮铃响起，扭头一看，并非是那伙强盗，为首一人正是秦将郭庆麾下的先驱，叫做巨武。这人来到慕容伟的身前就指挥兵士要把这皇帝绑了带走。慕容伟呢挺身呵斥，说汝是何人，敢负天子？巨武呢也不惯着他，厉声答道，说我奉诏负贼，何物小丑，尚敢自称天子？最后呢就这样一路绑着把慕容伟牵回了邺城。那个战场上一门心思拉动内需的慕容平，打仗没什么本事，逃跑倒很在行，一口气跑到了高句丽。但是高句丽不敢招惹苻坚，把这位太傅大人绑了，也送回了邺城。说秦主苻坚在邺城见到了狼狈的慕容伟，问他为什么不降而走。慕容伟回答说，虎死首丘，但欲龟死先人目测。苻坚本就宽厚，心下一软，命他返回邺宫，率领一众文武正式出降，前燕至此灭亡。从慕容伟占据大吉城开始，经历了慕容晃、慕容俊到第4代慕容伟亡国，共计85年。株洲的牧首及6夷酋帅纷纷降秦，前秦共计收获了157个郡，人口999万，属于前秦的黄金时代终于到来了。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漫聊五胡16国的第12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欢迎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说前燕亡国之后，其王公贵戚、文武百官绝大多数被苻坚迁到了关中居住。慕容氏的一众宗室当中，有一对貌美的少年姐弟，弟弟被苻坚收为娈童，姐姐也同样备受宠幸，正是一雌复一雄，双飞入子宫。这些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淝水之战。